今天是2025年11月28号，乌克兰抵抗侵略的第1373天。昨天，俄罗斯全域战损人员1140人，红军城局势出现新的变化，俄军攻势已经达到顶峰，开始进入衰退阶段。乌军的坚守终于迎来转机，在坚守铁路防线的同时发起反击，设法保持米尔诺赫拉德和红军城之间的后勤线路畅通。乌军布设了大量带有旧渔网的走廊，有效预防了俄军无人机的袭击。俄军一直试图切断米尔诺赫拉德和红军城之间的后勤线路，至今未能成功。乌军依然在米尔诺赫拉德南郊和俄军展开激烈的战斗。俄军宣传已经占领的乌达赫内，乌军高级将领赶赴此地，并拍摄视频证实该定居点依旧被乌军牢牢掌控。胡利亚波尔方向，俄军部队始终被阻止在外围，尚未完成对该城市的包围。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军的反击让防御态势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目前正在逐步清剿城区的俄军部队将俄军击退至奥斯基尔河河岸，其他战线基本没有重大的变化。红军城、米尔诺赫拉德、库皮扬斯克和胡利亚波尔军没有完全陷落，乌军依然在坚守反击。由于伤亡过于惨重，俄军将预备队派遣到前线地区，士气十分低落，伤亡惨重的俄军开始出现大量逃兵，部分基层军事主官已经开始拒绝执行命令，向后撤退。乌军截获的数通俄军战地通话证实了这一点。俄军这次大规模的攻势马上就要失败了，不甘心失败的俄军开始采用混合战争策略，制造大量谎言，试图引发乌克兰民众恐慌。这次红军城之战，在9月份，俄军就宣布已经完全占领了该地。现在马上进入12月了，俄军还在红军城和乌军激战。乌克兰发布的战报不可全信，但是俄军的战报是完全不可信。现在唯一能确认的一点是，俄乌双方在战场上均不具备绝对的优势。乌军导弹无人机再一次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炼油厂，此次打击的关键目标依旧是硫化设施，袭击引发剧烈爆炸和火灾，损失惨重。同时，乌军无人机群还袭击了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全俄无线电技术科学研究所在内的多个军事目标。该研究所主要为俄军生产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导航设备以及零部件，同时还为无人机提供抗干扰模块、电子战系统的研发和生产、卫星无线电还有雷达信号干扰设备制造、潜艇电子控制系统的研制。如此重要的国防设施，俄军防空系统都没有能力保护。据了解，俄军大部分防空系统都被调往莫斯科。乌军无人机导弹还大规模袭击了扎波罗热。俄军第58联合军指挥所具体细节暂未公布。炸毁顿涅茨克一个俄军弹药库。关于和平协议，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他本人非常希望达成停战协议，停止杀戮，但北约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2026年前再提供5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俄罗斯人无权否决北约成员国的资格，北约从未授予俄罗斯人投票权。欧盟外长卡拉斯认为，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是俄罗斯方面做出重大的让步，必须确保俄罗斯永远不会再次发动侵略战争。他同时告诫普京，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更不可能让你们得到。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不能被分割，单方面分裂一个欧洲主权国家是不可接受的，边境线也不能通过武力改变。如果我们今天合法化并正式化破坏边境，明天将为新的战争打开大门。我们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德国总理默茨表示，没有乌克兰和欧洲的参与，任何和平协议都不可能得到实施。德国已经做好准备和俄罗斯再次开战。特朗普表示，希望乌克兰和美国达成任何安全保障协议之前，必须先签订所谓的和平协议，才能获得美国的安全保障。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义务，在布达佩斯备忘录里早就已经规定得清清楚楚了。美国是有义务保护乌克兰的，乌克兰人绝对不会放弃领土。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大家有什么观点，欢迎打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